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仔细看看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判断一篇研究到底可不可信？你可能常常看到很多报告啊、文章啊，引用了各式各样的研究嘛，但他们的分量真的都一样吗？我们这次讨论的基础是一份谈批判性评估的学术章节。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帮你搞懂专家是怎么看一个研究的体质，特别是像量化研究常讲的偏误风险，还有质性研究比较看重的严谨性风险。对，没错，主要就是希望大家之后在看研究、吸收资讯的时候，能够更有判断力，知道说，这个结论的基础稳不稳固。好，那我们就先来拆解一下。常常听到研究品质，这个品质到底是指什么啊？跟我们平常买东西说的那个品质好像不太一样你说的没错，研究里面的品质，它的意思更精确一点。像国际上有名的那个 GRADE 工作小组啊，他们就有定义。如果是量化研究，品质主要看的是我们对研究结果，比如说效果估计值，它的准确性有多少信心。信心程度。对，那如果是质性研究，就是看这个研究的发现能在多大程度上算合理的呈现出他所关注的那个现象。所以重点已经不太是以前那种好或不好比较笼统的说法，现在更看重的是有没有可能因为研究方法啦、执行上的问题啦，造成结果不太准，也就是所谓的偏误风险或严谨性风险。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不同种类的研究，它的证据强度或者说分量也不一样咯。像法庭上那样，目击证人是不是比间接证据更有力？这个比喻蛮贴切的。一般来说啦，系统性文献回顾，因为它整理了很多相关研究，会比单一个研究来得更可靠。那在单一研究里面呢，随机对照试验就是我们常说的 RCT， 它的确是评估一个介入措施，比如说新药啊、新疗法有没有效的黄金标准。黄金标准。对，因为它有3个关键：第一是随机分派参与者，第二是有对照组可以比较，第三是研究者主动去操作那个介入因素。这3点能够最大程度的去减少偏误。对，偏误指的是研究结果里面可能藏了一些系统性的错误，或者说跟事实有点偏差。了解，但如果现实情况不允许做 RCT 呢？比如说研究的是很罕见的疾病，或者有一些伦理上的考量。那当然就有其他的选择，就是观察性研究。像是有一种是追踪一群人往前看他们未来发生什么事的，叫做世代研究。另一种是反过来比较已经生病跟没生病的人，回头去追溯他们过去是不是接触过什么因素，这叫病例对照研究。回错性的。对，回溯性的。那这些研究虽然不能随机分派，所以各有各的潜在问题。比如说病理对照很依赖大家的记忆嘛，记忆可能不准。对，这个很容易有偏差。没错，但他们在回答某些特定问题的时候，还是很有价值的。那至于说像病例报告啊、病例系列那种，通常是初步描述新现象，证据等级就相对比较低一点。哇，那还有一个专家意见呢？常常看到报道会引述某某专家说啊，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可能会搞混哦。专家意见当然有它的参考价值，可是它本身并不是我们说的原始研究证据，它是专家对现有证据的一种诠释或看法。是诠释。对，所以在做那种很严谨的系统性文献回顾时，一般不会把专家意见直接当成证据来源来纳入分析。了解了。那评估不同研究的体质，刚刚说到的偏误风险这些，有没有比较具体的方法或工具啊？像体检表那样可以一项一项检查？有的。其实评估工具还不少，但核心概念都差不多，就是系统性的去检查研究设计跟执行上有哪些地方可能出问题。比如说，针对 RCT， 很常用的是像 Cochrane 的那个 ROBI2 工具，他就会去看随机分派做得好不好啊，结果测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那如果是观察性研究，因为它天生就没有随机分派嘛，
就有像 ROBINSI 这样的工具，专门评估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挑战的。还有像那个 Newcastle 奥特华量表 NOS 也蛮常用在观察性研究。那至于质性研究，虽然比较少用偏误这个词，但会评估所谓的严谨性风险。严谨性风险，对，意思就是看这个研究方法本身够不够扎实。比如说，可以用像 CASP 或 JBI 他们发展的工具去检查他的研究目的是不是清楚啊，找参与者还有收集资料的方式恰不恰当啊，分析的够不够深入啊，研究者有没有反思自己可能带来的影响啊，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叫 CONQUA 的系统，是专门评估统合之后的执行研究结果，它的可信度有多高，特别看重2个面向，可靠性跟可信度。可靠性和可信度。那评估完之后得到这些结果，比如说这个研究风险比较高，那个比较低，然后呢，就只是打个分数或画个红绿灯这样吗？绝对不是这样而已。评估结果当然要记录下来，比如说用表格，或者像你说的红绿灯，绿色低风险，红色高风险，黄色不太确定，这很常用。但最重要的是，这个评估结果必须要用来说明你对这个研究的结论到底有多大的信心，而且它要实际影响到你后面怎么去整合这些研究，也就是做 synthesis 的时候。怎么影响？常见的做法有几种，你可以在报告里面用文字详细讨论这些品质问题跟它的影响，或者你可以做所谓的敏感度分析。敏感度分析？对，意思就是试试看，如果我只分析那些品质最好的研究，结果会不会差很多？如果差很多，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再不然更严格一点，就是直接限制我只纳入高品质的研究来做最后的统合分析。哇，听起来真的是严谨。那在做这些评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常见的误区，或是大家容易踩的坑需要避免？这个提醒很好，有几个点蛮重要的。第一，很多人会不小心拿报告指引，像是写 RCT 要遵守的 CONSORT 或观察性研究的 STROBE， 拿来当做品质评估工具。但这2个东西目的完全不一样。报告指引是看你文章有没有写清楚所有该写的项目，它不等于研究本身做得好不好。对，写得好不代表做得好。没错。第2个常见问题是给研究打一个总分，比如说这个研究70分，那个80分。但这样做意义不大，因为不同种类的偏误，它对结果的影响程度可能差很多，不能简单加总。重点是去了解偏误可能的影响方向跟大手。第3，要区分内部效度跟外部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对，内部效度是指这个研究结果本身，在他研究的那些人里面，站不站得住脚，有没有偏误。那外部效度是说，这个研究结果能不能应用到其他人或者其他的状况下。评估工具主要处理的是内部效度。了解了，这里的提醒很重要。好啦，我们今天算是蛮快速地走过了一遍如何评估研究证据的品质，从一开始理解品质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认识不同研究设计的强项跟限制，还有他们可能带来的偏误风险。对，还有怎么用工具去评估。是的，以及评估完之后怎么去解读和应用这些结果。没错，我觉得重点是大家要记得，做这个批判性评估，它的目的不是要去否定一个研究，说它很烂没用，而是要更深入地去理解它的价值在哪里，限制又在哪里。这样我们在运用这些知识的时候才能更明智。说得很好。那最后我们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当我们学会去看研究的偏误风险或严谨性风险，了解到说，其实没有所谓100%完美的证据，我们总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去找相对可靠的结论。那这个认知会怎么改变你未来在阅读资讯或者应用研究结果时候的方式呢？可以想一想。